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朱镕基这个人很难一句话说清，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里，他是那个敢拍桌子、敢骂官员、敢说重话的总理。他讲过地雷阵，讲过万丈深渊，也讲过100口棺材。在一个官场、语言高度格式化的国家里，这种讲话方式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尤其是在90年代末，中国刚刚从短缺经济里走出来，腐败、三角债、国企亏损、银行坏账、地方乱收费，到处都是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台上突然出现一个说话不像念稿，做事也不像拖泥带水的人，老百姓当然会觉得耳目一新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朱镕基，就不能只看他的性格，也不能只看他留下的几句名言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，又留下了什么问题？他到底是改革者，还是体制的修补匠？他到底是一个清廉能臣，还是一个把中国带进另一种困局的强力执行者？这就是朱镕基最复杂的地方。他不是那种没有能力的官僚，相反，他非常有能力。他懂经济，懂工业，懂财政，懂金融，也懂官僚体系怎样运转。他不是混日子的人，他是真想做事，而且敢做事。但问题在于，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如果他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被锁在体制边界里面，那么他的能力越强，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可能越复杂。有些问题，他确实往前推了一大步；有些问题，他只是把成本转移给了更弱的人；还有些问题，他看见了却没有，也不可能真正触碰。所以今天谈朱镕基，最没有意义的方式，就是简单把他捧成救世主，或者简单骂成罪人。这两种说法都太省事。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，为什么一个在中共体制内相对能干、相对敢讲真话、相对有改革意愿的总理，最后也只能走到这个程度？这个问题比朱镕基本人更重要。朱镕基的人生起点其实并不顺。他192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，朱家在当地算是有名的家族，据说祖上可以追溯到明代宗室。但到了朱镕基这一支，命运并没有给他多少优待。他的父亲很早就因病去世，母亲后来也离世。朱镕基从小基本是在亲属照顾下长大。这种孤儿经历对一个人的性格影响很大，一方面他会很早学会自立，另一方面他也会格外需要一个可以寄托归属感的组织。朱镕基后来在上海人大会议上曾经讲过一段话，大意是说自己很早失去父母，后来找到了党，觉得党就是母亲。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很多人会不舒服，但如果放在他的个人经历和那个年代的政治语境里，他其实能说明朱镕基的底层认同。他不是一个站在体制外看中国的人，他从年轻时代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组织绑在一起，即便后来被这个组织冤枉、打压、羞辱，他也没有真正脱离。这不是一个小细节，因为他解释了朱镕基后来所有改革的边界。他可以反腐，可以骂官僚，可以整顿财政，可以打击低效率，可以推动市场化，但是他不会从根本上质疑这个权力结构本身。他要改的是机器运行方式，不是机器的所有权。朱镕基年轻时考入清华大学，学的是电机工程。那个年代的清华，既是技术精英的摇篮，也是政治运动的重要场域。朱镕基在学校里参加学生运动，后来加入中共地下组织。1951年毕业后，他进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，随后又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系统。这段经历非常关键。朱镕基不是从宣传、组织、政法系统出来的干部，他早年长期在计划、工业、能源、电力这些部门工作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工程师型官员。他习惯用指标、产能、财政、效率来理解国家。这种训练让他后来处理经济问题时有很强的技术感。他不是只会讲政治口号的人，但这种训练也有局限。工程师型官员往往相信，只要设计好制度、压实责任、清理阻塞、提高效率，问题就能解决。他们容易低估权力保障、程序正义、社会承受能力这些东西。朱镕基后来的很多改革都带有这种特点，速度很快，力度很大，
执行很硬。但被改革冲击的人，尤其是普通工人、农民、病人、学生家庭，往往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，这就是他改革成败交织的根源之一。朱镕基第一次命运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，当时中共发动整风，号召大家提意见。很多人后来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陷阱，先让你说话，再把说话的人打成右派。朱镕基当时只有29岁，在国家纪委工作，按照他的资历，本来轮不到他发言，但年轻干部、领导秘书、清华出身，这些身份放在一起，他很难完全躲过去。于是他站起来讲了几分钟。他说的内容并不激烈，大意是批评一些计划部门做预算、编计划，不认真调查研究，光听下级汇报，光看下级数字，脱离实际。这话放在今天，也就是一句非常温和的官僚主义批评，甚至可以说他根本没有触碰制度核心。但在反右运动里，问题不在于你说的重不重，而在于政治机器需要指标，需要有人被划出来。朱镕基就这样被划成右派，开除党籍，撤销职务，行政降级，下放劳动。这一下就是20年的阴影。他后来摘掉右派帽子，又在文革中继续受影响，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下放劳动，到当老师，到再被调回，又到武器干校。他的黄金年龄基本被政治运动吞掉。到1977年前后，朱镕基已经接近50岁，重新回到一个基层岗位。如果只看那一刻，很难想象他后来还能做到总理。这段经历对朱镕基的性格影响很深。他知道官僚体系荒唐的一面，他知道政治运动可以怎样毁掉一个人，所以他后来很讨厌空话，讨厌形式主义，讨厌数字造假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并没有因为这段经历走向自由主义。他没有得出一个结论，权力必须被制度约束，人民必须有权利保护自己。他得出的结论更像是官僚体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整顿，这两者差别很大，一个是法治思维，一个是能臣思维。朱镕基属于后者。改革开放后，朱镕基迎来第二次命运转折，胡耀邦主持平反，大批被冤屈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回到岗位，朱镕基也恢复党籍，恢复职务。随后他在老领导和清华系统的帮助下，快速回到国家经济管理部门。这里必须说一句，朱镕基的重新崛起当然有能力因素，但在中共体制里，只有能力从来不够。他遇到了一批关键人物，老上级马洪、陈云系统、宋平，还有清华背景，这些关系共同拖住了他，尤其是陈云和宋平。陈云是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内最重要的元老之一，资历极深。宋平则长期掌握组织人事系统，也是清华系的重要人物。朱镕基能在短时间内从重新起步到进入国家经委，再到外放上海，这背后不是普通干部自然升迁能够解释的。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，朱镕基早期并不是以自由派改革家的面目出场的，真正提拔他的很多是党内偏保守、重视计划和秩序的元老。他们看重朱镕基，并不是因为他要推动政治开放，而是因为他忠诚、懂经济、能办事，又不会挑战党的根本权威。这正好是中共体制最喜欢的一类干部，能干，但不越界，敢骂人，但不反体制，会改革。但改革是为了加强执政能力。1987年，朱镕基去了上海，担任上海市长，这是他真正独当一面的开始。当时上海的处境很微妙，它有中国最好的工业基础、金融传统和城市资源，但改革开放早期，风头被广东、深圳、珠海抢走，上海显得老、重、慢。朱镕基到上海后，重点抓了几个方面：菜篮子、交通、住房、城市管理、产业结构调整、政府效率。这些事情听起来不宏大，但对城市居民非常现实。一个城市是不是好治理，不只看口号，也看买菜难不难，公交挤不挤，住房有没有改善，办事是不是被来回折腾。朱镕基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成绩，他做事风格也很鲜明，不喜欢空转，不喜欢部门扯皮，强调一个窗口，一个图章，提高行政效率。上海市民对他的观感整体是不错的。他也借上海这个舞台，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在机关里写材料的人。
他能管一个复杂城市，能处理经济，能压住官僚，能把一个老工业城市重新往金融和开放方向推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，浦东开发开放的推进，上海重新定位为中国金融中心，这些都和当时的政策转向有关，也和朱镕基的推动有关。但朱镕基在上海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节点，就是1989年6·4期间，上海局势也非常紧张。江泽民进京汇报后，朱镕基作为市长留守上海，他采取的策略是尽量不把上海推向和北京一样的对抗局面。他公开露面，安抚市民，强调上海不能乱，也说过一些给人留下想象空间的话，比如历史事实最终会清楚，真相不能永远隐瞒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比北京强硬派的语言要温和得多，也因此很多人后来把朱镕基在6·4中的表现看成一种相对开明和克制。这个判断有一部分道理，至少在当时的上海，他没有选择最粗暴的方式激化局势。但如果只讲这一半也是不完整的。6·4之后，上海同样进行了清算，参与者被审判、被判刑，甚至有人付出生命代价。朱镕基没有站在镇压机器之外，他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。他可能比某些人更聪明、更克制、更懂得留余地，但他不是反抗者，这一点必须讲清楚，否则我们就会把一个复杂的体制内高官误读成一个自由派英雄。朱镕基真正进入最高权力圈和邓小平的赏识密切相关。邓小平晚年最担心的是6·4之后中国重新回到封闭和保守。江泽民虽然被推上最高位置，但在邓小平眼里，他并不是特别可靠的改革旗手，朱镕基就成了一个重要选项。他懂经济，做适应，上海政绩可见，而且不搞政治改革，这很符合邓小平的需求。邓小平要的是经济继续开放，政治继续控制，朱镕基正好能执行这个路线。1991年，朱镕基进入国务院，担任副总理。1992年14大，他破格进入政治局常委。这种升迁速度在中共高层非常罕见，它说明朱镕基不仅是能力型干部，更是特定历史阶段被选中的执行者。中共需要一个人把6·4后的经济改革重新推起来，这个人不能太保守，否则经济会停；也不能太自由化，否则政治风险太高。朱镕基恰好卡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后来被称为经济沙皇，并不是偶然。这个称呼虽然带点夸张，但很准确地抓住了他的特点。他相信强力调控，相信中央权威，相信用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化。听起来有点矛盾，但这正是90年代中国改革的真实面貌。市场化不是从社会自发长出来的，而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强力推开的。政府一边放开市场，一边保留关键权力，一边引入资本，一边不引入政治竞争，一边让老百姓承担风险，一边让权力系统保留收益分配权。朱镕基就是这个模式里最有代表性的总工程师之一。1998年，朱镕基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。他上任时面对的中国经济问题非常多，国企大面积亏损，银行坏账堆积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周边经济，国内财政体系混乱，地方政府乱收费、乱摊派，中央财政能力不足，城市住房制度陈旧。中国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但对外谈判阻力很大。这些问题任何一个都不好处理。朱镕基的特点是，他不会长期拖着，他会快速判断、快速拍板、快速推进。这种风格让他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强的政策效果，但也让一些改革缺少社会缓冲。先说他最大的功劳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。2001年12月，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。这件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加入世贸以后，中国真正进入全球贸易体系，外资、订单、技术、供应链、港口、制造业集群迅速结合在一起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。随后20年，中国出口高速增长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，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加速。胡温时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，很大程度上吃的是入世红利，而朱镕基在入世谈判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他愿意做让步，愿意承受党内压力，也愿意把中国经济推入国际规则体系。从这一点说，他有历史眼光，他看到了中国不能长期关起门来，也不能只靠内部计划体系发展。如果没有加入世贸，中国经济不可能在21世纪初那样快速起飞。但入世也有另一面，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后，并没有真正完成规则意义上的转型。它利用了全球市场、资本和技术，也保留了党国体制、产业补贴、国企垄断、行政审批和不透明监管。在早期，西方国家普遍抱有一种期待，他们认为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后，中产阶层扩大，市场规则增强，政治上也会逐渐开放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个期待过于天真。中国确实融入了全球经济，但并没有走向自由民主。相反，它把全球化的收益转化成国家能力，再用更强大的国家能力反过来加强控制。朱镕基本人未必能预见到后来的全部走向，但他推动的入世模式本身就带有这种问题。经济接轨和政治接轨被切开了，规则承诺和实际执行之间留下了巨大空间，这为后来的贸易摩擦、产业冲突和国际信任危机埋下了伏笔。第二项重大改革是财税体制。90年代初，中央财政能力很弱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包干和流程，把大量收入留在地方。中央要做大项目，要宏观调控，要维持国家机器，却发现手里没钱。从国家治理角度看，这种局面确实不可持续。朱镕基推动分税制改革，把税种重新划分，显著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比，这让中央政府真正变得财大气粗。从修高铁、办奥运、搞大型基础设施，到后来应对金融危机，中央财政能力都是重要基础。如果只从国家能力看，分税制是成功的，它让中国结束了中央财政虚弱的状态。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，中央拿走了更多稳定税源，地方却仍然承担大量公共服务和行政支出，教育、医疗、城市建设、社会管理很多责任都在地方，钱被往上收，事却留在下面。地方政府怎么办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卖地，土地财政由此迅速扩张。地方政府通过征地、出让土地，推动房地产开发，获得大量收入。房地产就不再只是一个住房市场，而变成地方财政、银行信贷、城市建设、官员政绩和家庭财富共同绑在一起的超级系统。这个系统在上升期，看起来非常繁荣，城市面貌变了，道路修起来了，新区建起来了，地方 GDP 上去了，但代价也在积累，房价被推高，居民债务上升，地方债务膨胀，土地征收冲突增加，房地产逐渐绑架中国经济。今天中国房地产困局很难简单归罪于某一个人，但朱镕基时代的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确实是这个结构的关键源头。第三项改革是住房制度。1998年前后，中国取消福利分房，推动住房货币化和商品房市场。从效率角度看，福利分房确实有很多问题，它依附单位制，分配不透明，也阻碍劳动力流动。住房商品化以后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，城市建设提速，很多家庭也通过买房积累了资产，这在当时有其合理性。但中国的住房市场不是在法治、地方自治和公平税制基础上自然形成的，它是在土地国有、地方政府垄断供地、金融体系配合、居民缺少投资渠道的环境里形成的。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很容易变成一种半行政半市场的财富再分配机器，谁离权力和信息更近，谁就更容易拿到土地、信贷和开发机会。普通人看起来是在市场买房，实际上是在一个由政府深度控制的市场里承担越来越高的价格。当房价上涨时，城市家庭觉得自己财富增加；当房价涨到年轻人无法承受时，社会活力就被透支。当房地产下行时，家庭资产、银行安全、地方财政又一起承压。这就是朱镕基改革的典型特征，它能打破旧制度，但新制度里权力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厘清，旧问题被打碎，新问题又长出来。这里还要补一层，房地产
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单一风险，并不只是因为房子贵，更深的问题是它把太多主体的命运绑在一起。地方政府靠卖地维持财政，银行靠按揭和开发贷扩大资产，开发商靠高周转不断借新还旧，家庭把多年收入和未来现金流压在一套房上，官员把新区、地铁、广场和高楼当成政绩。当所有人都相信房价只涨不跌时，这套系统看起来很顺，但只要人口、收入、预期、出口环境和金融条件同时变化，整个链条就会反过来压住经济。年轻人不敢消费，家庭不敢生育，企业不敢扩张，地方政府不敢承认土地财政难以持续。所以今天讨论朱镕基时代的住房改革，不能只说它让中国人有了商品房，也要说它让住房从居住问题变成了财政问题、金融问题和社会分配问题。这个转变一旦完成，后面再想纠正就非常困难，因为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套在里面。谁都知道房价太高不好，但谁又都害怕房价真的跌下来。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困局最拧巴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周期，而是一次制度选择的长期回升。第四项改革是国企改革。90年代的国企确实问题严重，很多企业效率低下，冗员庞大，债务沉重，产品没有竞争力，继续靠财政和银行输血不可能长久。朱镕基提出抓大放小，大国企保留、重组、做强，尤其是能源、电信、金融、交通、资源这些关键行业。中小国企则关停并转、出售、破产。改制这项改革让国家卸掉一部分包袱，也让一些行业完成了重组，但它的社会代价非常沉重，大量工人下岗。很多人原本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，是单位的一员，突然之间发现单位不要自己了，国家也不再兜底，所谓公理买断，很多补偿非常有限，一代工人用自己的生活承担了改革成本。与此同时，国企改制过程中，国有资产流失非常严重，一些地方干部、企业管理层和权贵关系网通过低价收购、暗箱操作、内部人控制，把公共资产变成私人财富。这不是市场化本身必然导致的结果，这是没有透明程序、没有独立司法、没有工会谈判、没有媒体监督的市场化导致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朱镕基推动的是经济改革，但缺少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配套，结果就是效率提高了一部分，财富分配却严重失衡，普通工人失去保障，权贵阶层获得资产。今天很多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落，很多下岗家庭的创伤，都不能脱离这段历史来理解。朱镕基支持做大国企，也留下另一重后果，一些垄断性央企变得越来越强，他们掌握资源、牌照、融资和政策优势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国家控制战略行业，但从效率和公平看，垄断国企往往挤压民营企业空间，也让消费者承担更高成本。国企改革本来可以走向更公平、更透明、更竞争的市场经济，但在中国，它很大程度上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结合。这不是朱镕基一个人的责任，但他是这个转型阶段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。第5个争议是医疗、教育和社会保障。朱镕基时代的政策取向很强调市场化，住房市场化、教育产业化、医疗负担个人化。很多公共服务从国家和单位身上被转移到家庭身上，在财政有限、旧体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，政府想减负可以理解，但公共服务不是普通商品，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直接关系到人的基本安全。一个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，但不能把责任完全甩给市场。中国当时的问题恰恰在这里，体制内人员继续享有较强保障，城市中上层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消化成本，真正被冲击的是农民、下岗工人、普通企业职工和低收入家庭。看病贵、上学贵、买房贵，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很多家庭一场大病就返贫，很多农村家庭供一个大学生要掏空多年积蓄。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奋斗问题，这是公共政策把风险转移给家庭的结果。朱镕基晚年也承认，
自己任内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真正改善农民生活。这句话很沉重，因为朱镕基的改革让城市、外贸、财政、房地产、金融获得巨大增长，但中国最庞大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同步分享收益，他们承受教育、医疗和打工流动的压力，却在制度上长期处于弱势。尤其是农民工这一代人，最能说明问题。他们离开农村，进入城市工厂和建筑工地，为中国制造和城市化提供了最廉价、最能吃苦的劳动力。但是在户籍制度下，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。他们缴纳了劳动和青春，却很难平等，享受城市教育、医疗、住房和社保。他们的孩子要么留守乡村，要么在城市边缘学校里读书。他们的父母留在农村养老，他们自己到中年以后，一旦工厂搬迁，行业下行，身体透支，就会发现城市并没有给他们留下真正的位置。朱镕基时代的宏观改革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，也推动了劳动力流动。但这种流动不是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流动，它更像是一种被增长机器吸纳的流动。人可以进城打工，户口和公共服务却留在原地。人可以为城市建设付出，城市的制度门槛却不真正向他们打开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高速增长背后总有一种很深的亏欠感，那些支撑增长的人并没有按比例分享增长成果。一个改革如果让国家更有钱，让城市更漂亮，让出口更强，却让大量底层家庭承担风险，那么这个改革就不能只用成功2个字概括。还有一个必须谈的问题是朱镕基的清廉形象。在中国政治人物里，朱镕基的清官形象非常突出。他讲话直，反腐态度强，对官僚作风不客气。他曾经说，希望卸任以后，老百姓能说他是清官，不是贪官。如果再说他办了一点实事，就谢天谢地。这话很打动人。在一个腐败普遍、黑箱严重的体制里，一个最高层领导人说自己只求清白，确实容易获得民众好感。但问题是，清廉在现代政治里本来应该是底线，不是最高成就。在澳洲这样的制度里，一个部长不能把我不是贪官当成政绩，因为这只是基本要求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财产申报是否透明，你的家人是否回避利益冲突，你的决策是否接受议会、媒体和司法监督。如果这些制度不存在，那么一个领导人的清廉形象就很难被真正验证。朱镕基本人是否清廉，外界很难完全知道，但围绕他家族，尤其是金融领域，长期存在争议。他的儿子朱云来在中金公司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。中金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和海外上市业务中地位特殊。他的女儿朱燕来也曾在金融机构任职。这些履历当然不能自动等同于腐败，高官子女也可以有能力，也可以从事金融，但关键在于，当一个国家没有透明的利益冲突审查，没有严格的家属回避制度，没有独立媒体持续追问，那么公众很难相信这些机会完全来自个人能力。更何况在中国金融体系里，权力、牌照、审批、上市资源和人脉本来就高度交织。别人为什么愿意围着高官子女转？这个问题不需要讲得太复杂。在一个关系社会里，身份本身就是资源。所以朱镕基的清廉形象至少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。他可以要求官员廉洁，但他身处的体制允许高层家族靠近最肥沃的利益地带。他可以骂腐败，但他无法建立一个让腐败无处藏身的制度。他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清官，但他不能让整个系统变得透明。这就是清官政治的局限。中国传统政治里总是期待海瑞、包公、能臣、贤相，老百姓希望上面来一个好官，替大家整顿贪官污吏。这种期待可以理解，但现代政治不能建立在期待好官上，因为好官会退休，会犯错，会护短，会受制于派系，也会被更大的权力压住。真正可靠的是制度、预算公开、财产申报、司法独立、媒体监督、反对党制衡、利益冲突规则。这些东西听起来没有铁面清官那么痛快，却比清官可靠得多。朱镕基的悲剧就在这里，他是一个很像传统能臣的人，
但中国需要的其实不是又一个能臣，中国需要的是让普通人不用判能臣的制度。朱镕基为什么没有连任？很多人喜欢从宫廷斗争角度解释，这种解释有一部分空间，但不必神秘化。中共高层在邓小平之后，逐渐形成了一套年龄和任期安排。朱镕基1998年出任总理，到2003年卸任，已经75岁。按照当时的政治安排，他很难继续连任总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朱镕基的性格和施政方式本来就很难长期留在最高行政位置上，他太强势、太锋利、太容易得罪人。在需要攻坚时，这种人有用，但在权力系统内部，这种人也会制造大量反弹。国企改革得罪工人和地方利益，分税制得罪地方，机构改革得罪官僚，反复口号得罪很多系统，入室谈判得罪保守派。一个总理如果长期这么干，很难不积累阻力。江泽民愿意用朱镕基，是因为朱镕基能替他处理李鹏留下的经济烂摊子，也能延续邓小平路线。但江泽民未必愿意让朱镕基形成过强的独立政治地位。朱镕基适合作为二把手，适合办难事，适合冲在前面。可在中共体制里，一个二把手如果声望太高，个性太强，也会让一把手不舒服。所以5年总理任期结束后，朱镕基退下去并不意外。他没有像某些领导人那样继续深度干预政治，也没有形成一个公开可见的朱镕基派系。退休后的朱镕基偶尔露面，他回清华讲话，讲过要说真话，也批评过一些否定改革开放的倾向。他还把书籍版税捐给助学项目，这在中共高层里确实少见。这些行为让他的个人形象保持得不错，尤其和后来的政治气氛相比，很多人更加怀念朱镕基时代，因为那时至少还有经济增长，还有对外开放，还有官员讲效率，还有最高层不完全回避改革语言。这种怀念可以理解。当现实变得更压抑，人们自然会回头寻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过去。但是怀念不能代替判断，朱镕基代表的路线并不是中国问题的最终答案，它更像是一种威权现代化，政治上不开放，经济上搞市场，权力上保持集中，行政上提高效率，对外融入世界，对内保持控制。这种路线在特定阶段可以释放巨大增长。韩国、台湾、新加坡以及很多后发国家都有过类似经验，但差别在于，有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之后，逐渐建立更成熟的法治和民主制度。中国没有完成这一步，朱镕基也没有真正推动这一步。所以，当经济高速增长时，问题被增长掩盖；当增长放慢，房地产泡沫、地方债务、人口老龄化、民营企业信心不足，国际关系恶化同时出现，过去那些被延后的矛盾就会一起浮上来。这时我们才发现，90年代和21世纪初很多看似成功的改革，其实没有解决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，他们只是把一个贫穷低效的计划经济国家改造成一个更有钱、更有组织能力、更能调动资源的党国资本主义国家。国家变强了，市场变大了，城市变漂亮了，但个人权利没有相应变强，社会自治没有真正成长，司法没有独立，媒体没有自由，权力家族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没有被阳光照亮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朱镕基的历史评价会如此分裂。站在经济增长角度，他功劳很大；站在国家能力角度，他功劳很大；站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角度，他功劳也很大。但站在社会公平、权利保障和制度转型角度，他的问题同样很大。他让中国跑得更快，却没有让中国走得更稳。他让中央更有钱，却让地方更依赖土地。他让国企甩掉包袱，却让普通工人承担代价。他让住房成为市场，却也让房地产绑架家庭。他让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，却没有让中国真正接受规则社会的约束。他用能臣方式解决旧问题，又用能臣方式制造新问题。这就是标题里说的朱镕基的能臣困局。很多人评价朱镕基，会把他和温家宝比较，这两个人确实很有意思。朱镕基更硬，更像工程师，更像执行者；
温家宝更柔，更会讲情感，也更愿意谈一点政治改革。但从制度结果看，两个人都没有突破中共体制的根本边界。朱镕基没有，温家宝也没有，区别只是朱镕基更强调效率，温家宝更强调温和。但在一个没有制度制衡的政治系统里，个人风格再鲜明，也很难改变长期方向。这也是为什么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开明领导人身上，最终总会失望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老百姓经常有一种心理，希望上面出现一个明君，希望有一个强人，既能发展经济，又能管住腐败，还能替普通人说话。朱镕基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对象。他骂官员，大家觉得痛快；他讲反腐，大家觉得解气；他推动经济，大家觉得有本事；他退休后不太露面，大家又觉得他干净。但现代国家不能靠这种情绪运转。一个国家真正成熟的标志，不是偶尔出现一个强势总理，而是普通人不需要认识任何高官，也能通过法律保护自己；企业不需要攀附关系，也能公平竞争；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征地卖地；官员家属不能在权力周边隐形发财；媒体可以追问，法院可以裁判，议会可以监督，选民可以换人。这些东西才是制度能力。朱镕基的能力是个人能力，个人能力再强，也会被体制吸收，这并不是否定朱镕基的一切。相反，正因为他有能力，才更能说明问题。如果连朱镕基这样的人，最后都只能做到这种程度，那么中国问题就不是换一个更能干的总理就能解决的。很多人喜欢说，如果今天中国还有朱镕基，会不会不一样？我认为，短期可能会不一样。比如财政纪律可能更强一点，官僚效率可能更高一点，金融风险可能会被更早揭盖子，地方乱象可能会被骂得更狠，一些政策可能不会拖到不可收拾，但长期看，根本问题未必改变，因为朱镕基的工具箱仍然是威权体制的工具箱，中央集权，行政命令，运动式整顿，强人推动，技术官僚治理，这些工具可以处理一些经济问题，却处理不了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他们会让权力更集中，让社会更弱。这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反复出现的循环。每当问题积累，大家呼唤强人出来整顿，强人整顿一轮，短期秩序恢复，但因为制度没有透明化，权力没有被限制，新的利益集团又在强人改革中形成。再过一段时间，问题重新积累，然后大家又期待下一个强人。这个循环如果不打破，中国就永远在明君和庸官之间摇摆。朱镕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，是他确实做事。他不是那种躲在文件后面只会讲正确废话的官员，他有判断，有执行，有担当。他在中国经济关键转型期推动了几项影响深远的改革，没有这些改革，中国可能不会那么快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这一点需要承认，但朱镕基最需要被追问的地方也正在这里。他做了这么多事，为什么很多事的代价最后由普通人承担？为什么国家财政变强了，社会保障却长期不足？为什么市场化推进了，权贵资本却一起壮大？为什么加入全球体系了，规则信用却没有真正建立？为什么反腐口号很响，家族利益和系统腐败却仍然难以透明化？这些问题如果不问，朱镕基就会被简化成一个清官故事，而清官故事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最容易让人停止思考的叙事。只要有清官，制度就可以不谈；只要有能臣，权力结构就可以不改；只要某个人敢说敢骂，公众就暂时忘了自己没有真正监督他的权利。这正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地方。从澳洲看中国政治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，澳洲政治人物也有很多问题，他们也会犯错，也会短视，也会为了选票讨好群体，也会被媒体追着问得很狼狈。但这里的制度逻辑和中国不同，一个财长、总理或者部长不需要被塑造成青天大老爷，他做得不好，媒体会查，反对党会咬，选民会换。他家人如果和利益集团关系太近，会面对公开压力。政策如果伤害普通人，也会在议会、法院、媒体和选举里被反复拉扯。这个过程有时很吵，
很慢，很低效，但它的好处是，社会不用把命运压在某一个人的道德和胆识上。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，因为制度性监督太弱，所以老百姓只能不断寻找好官。朱镕基就是一个相对符合好官想象的人，但他越符合这种想象，越说明这种政治文化的贫困。一个国家不能总靠少数人的良心撑着，更不能靠少数强人的脾气推动改革。真正好的制度是让普通能力的人也不敢太坏，让有能力的人必须守规矩，让没背景的人也能获得公正。朱镕基没有建立这样的制度，他也未必相信这样的制度。他的历史角色是在中共体制内部，把经济机器修得更快、更大、更有力量。至于这台机器最终开向哪里，他没有，也不愿意交给人民来决定。所以朱镕基一生最有戏剧性的地方，不是他从右派到总理的逆袭，也不是他骂官员、拍桌子的名场面，而是他本人曾经被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伤害，却终其一生仍然维护这个权力结构。他知道官僚主义害人，他知道数字造假害人，他知道腐败害人，他也知道政治运动曾经怎样毁掉无数人的命运。但他的答案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，他的答案是让更能干、更清醒、更强势的人来掌权。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答案，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循环里的老答案。它能改善一时，却不能解决根本。朱镕基退休多年后，仍然在很多民意评价里排在很高位置，这不奇怪。相比那些只会念稿、没有个性、没有担当的官员，他当然显得突出。相比今天越来越僵硬的政治气氛，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显得更有活力。但历史评价不能只靠比较差，不能因为后面的人更糟，就把前面的人自动封神。我们可以承认朱镕基比很多官员强，也要承认他没有跳出中共体制的根本逻辑。我们可以承认他做过实事，也要承认他的改革让很多普通人付出沉重代价。我们可以承认他有清廉形象，也要追问没有透明制度时，这种清廉到底有多少可验证性。我们可以承认他推动中国入世，也要看到中国并没有因此真正走向规则社会，这才是比较稳妥的评价。朱镕基不是一个小人物，他是中国近几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者之一。他留下的制度遗产到今天仍然影响每一个中国人。你买房时面对的房价和土地财政有他的影子，你理解地方债和中央财政关系时有他的影子，你看国企垄断和民企压力时有他的影子，你看中国外贸和全球供应链时有他的影子，你看下岗潮、社保缺口、教育医疗负担时也有他的影子。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复杂性，他不只是一个人，他是一整套时代选择的代表。那个时代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，选择了市场化工具，选择了对外开放，但也选择了不进行实质政治改革，选择了让权力继续站在规则之上，选择了让社会在增长中自己消化很多痛苦。朱镕基把这套选择执行得非常有力，所以他既有功也有过，而且功和过往来自同一个地方。他的强力带来了改革，也带来了粗糙；他的效率带来了增长，也带来了不公平；他的中央集权带来了财政能力，也带来了地方土地依赖；他的市场化带来了活力，也带来了公共责任后撤；他的入世带来了繁荣，也带来了规则错位。这不是简单的黑白，这是一种中国式改革的内在矛盾。今天再谈朱镕基，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给他盖棺定论，而是通过他看清一个问题：没有政治制度改革托底的经济改革最终会走到哪里？短期看它可以很成功，中期看它会制造巨大的利益格局，长期看它会遇到权力、债务分配和信任的反噬。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难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他们是在高速增长年代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，只是当时增长太快，大家不愿意看见。朱镕基时代就是这个积累过程的关键阶段。如果把它神化，我们就看不见这些源头；如果把它妖魔化，我们也看不见那个时代真实的改革压力。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回历史结构里，
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体制内改革者，他是一个强势的经济管理者，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式能臣。他不是自由派政治家，也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制度建设者。他的上限就是体制允许的上限，他的困局也是体制本身的困局。朱镕基曾经希望老百姓说他是清官，不是贪官。如果再说他办了一点实事，他就满足了。从这个标准看，他大概能得到不少人的认可。但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准看，这还远远不够。一个总理不应该只满足于自己清白，或者办了一些实事，他更应该留下一个更公平、更透明、更能约束权力的制度环境。朱镕基没有做到，也许他没有这个权利，也许他没有这个意愿，也许在那个体制里，任何人做到总理都很难真正做到。但这恰恰说明，中国不能永远等待朱镕基式的人物，因为再强的能臣，也救不了一个不愿被约束的权力系统。朱镕基的故事，最值得记住的不是他的狠话，而是他的边界。他证明了，在中共体制内，一个人可以很聪明、很能干、很强势，也可以推动巨大变化。但他也证明了，如果改革不触碰权力来源，不建立真正制衡，不把人民权利放在国家权力之前，那么改革越成功，后来的问题可能越庞大。这就是朱镕基留给中国的真正启示。能臣可以补洞，但不能换船。朱镕基补了很多洞，也打通了很多路，可那条船的方向始终不由普通人决定。所以今天评价朱镕基，不必否认他的能力，也不必迷信他的能力。他是中国转型年代最重要的人之一，他让中国变得更富，也让中国的很多矛盾变得更深。他是清官叙事里的主角，也是制度困局里的注脚。真正成熟的历史记忆应该能同时容纳这两点。朱镕基当然是能臣，但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缺一个能臣那么简单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